今天武神莫白行消失半年，基县镇未陇县，卖报卖报。哎，你说这武神莫白红虽是件女流，却痴迷武道，早已登入登峰造极之境，她怎么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啊？你知道什么？自5年前宁缺消失之后，莫白红就成了武林绝对的第一人。据说呀，他此生唯一的心愿就是找到能与之一战的对手。难不成这对手就在我们这儿？宁缺，前一任大夏稳营的绝对统治人物，5年前夺得武林第一后，却神秘消失，再无踪迹。众人皆说我能成为武神，是因为你退隐江湖。今日，我便要堂堂正正的与你决出胜负。你认错人了？少废话，接我一招！怎么会？我只用了1成功力。你再隐藏实力，那就别怪我逼你出手了。看好了，这一招我会使出全力，你不接必死。你不要命了？为什么还不出手？我说了，你认错人了。我找了你5年，不可能认错。既然你执意不出手，那我也不会强求。若你改变主意与我一战，便拿出这块令牌来找我。武神。费尽功夫得一虚名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波动是传说中的万年玄铁，我镇武堂有高人。爹，娘，我要拿到武林第一，可以为咱们宁家工作要足了。爹，娘，爹。娘，爹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是谁？我一定让他血债血偿。人冤何时了？不要忘仇。咱们先去医馆啊！爹，走。先答应我，爹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啊！爹这辈子最想要就是这个孩子。莫怪我，
若不是我执意争夺武林第一，也不会引得楚家上门报复，姨娘也不会死。先生，先生你还好吗？先生你还好吗？先生，我送你去医馆吧。先生，5年了，天下第一已经死了。什么？破凤堂那群畜生真来武馆挑战了！糟了，他们这些天已经连灭3大武馆，这武堂还给我都怪那宁缺，消失嘛就消失，非要留什么4大秘药，真是害死个人了。走。我留下了4大秘药。我留下了4大秘药。安全。阿全，你赶紧走，东西已经给你收拾好，你现在就离开武馆。为什么？是武馆出了什么事吗？虽然我救了你，但是你也不能一辈子赖在这里。你对武学一窍不通，留在这里只会拖武馆的后腿。可是什么？像你这样的拖油瓶，根本就不配留在这里。赶紧给我走！滚啊！袁姑娘，救命之恩，还有5年的丈夫留下来。阿全，对不起，武馆已经自身难保，只有你离开，才能保住性命。识相的，赶紧把秘药交出来，否则必得我让正武堂从这世上消失。王九生，前武神宁缺失踪5年。从没听说过他留下什么秘药，我如何交出？爹，他们就是来找麻烦的，要不就跟他们拼了，就是死也不让他们好过。不行，以正武堂的实力对上他们，根本没有任何胜算。你不能白白等死啊！倒也不是，我可以给你们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我早就听说正武堂云千柔温柔大方，一笑倾城，我爱慕已久。若是你们愿意交出女儿的话，今日我来，一是为秘药，2是为了此女。只要她愿意嫁给我儿做妻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自然不用等逃避。选择给你们了，是要等死，还是比武？比武啊！混蛋！以我们现在实力，就算是比武，我们恐怕也没有胜算。他们就是找个借口想羞辱我姐。不错，你这是要我卖女求和，我绝不答应。大不了就是一死，跟他们拼了！对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死令命！等等，我答应你们，嫁她为妻，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：比武期间必须有我代表正武堂出战。哟，美人，你这是要谋害亲夫啊？不过夫君欣赏你的魄力，我答应你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他们不是好人，阿柔，你不要犯傻。爹，殷鹏英，我们正武堂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只有答应他们，我们参加比武，才能获取一线生机啊！姐，你怎么想的？王清风妻妾成群，在他手底下凌雨至死那女人不计其数，他就是觊觎你，便特地来找茬。若是牺牲我，能换取一个机会的话，值了。
今日那波动不凡，也许有高人在我镇武堂。要是有他出手相助，爹，别犹豫了，答应吧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。难道你要看着镇武堂被灭门吗？我答应。听说了吗？臭名昭著的破风堂要挑战那镇武堂，这镇武堂要是输了，不仅要被灭门，还要把堂主千金送给王九生的儿子为妾。这破风堂实力强劲，镇武堂怕是难逃一劫。只可惜这云千柔天赐国色，又是卫龙县年轻一辈的翘楚，就这么被糟蹋。原来云无影执意要送我走，是怕我被牵连。还有了这么迟，我怎能就此离开？这是能测出武者排名的测炼石。没错，是答应了兵，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挑战，只有测试合格才配与我们上擂台。你言而无信，你分明就是想刁难我们。闭嘴！机会已经给你了，爱有不有。所以什么？不就是测炼石吗？我先来。怎么有反应？怎么有反应？来了你！哎呀，什么东西？行不行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你们对测炼师动了手脚，说好公平公正，揭暗地里使手段。去，让他们开开眼。继续飞，看好了。这你明，竟然这么巧！这王金峰，他在大夏国居然排第5名，这让我们怎么打嘛？说到大师姐，子豪哥是我们当中最强的，如果他都没有比武资格，那我们刚才忘了说了，这测炼石只会显示大夏前50名，这个废物在50名之外，根本不配做我破风堂的对手。你，爹，让我去吧。不行，阿柔实力虽然强过子豪，但也不及王清风那位拥有万年玄铁的高人到底是谁？等什么啊，小美人儿？刚刚不是挺凶的吗？怎么被夫君的威风吓到了？无耻！爹，就让我去吧。任姑娘，你不能上去。这是……哟，这还有个缩头乌龟呢。怎么被我们破风堂吓到？这是准备跑路了？阿娟，你不是走了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放心不下，所以回来看看。堂主，王清风等人实力不弱，又阴险狡诈，任姑娘上去恐怕会稍危险的。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姐可是威龙县最强者，你个扫地的赶紧滚开！在场的人我都知道武力水平，唯有阿缺5年来从未展露过实力，还有这铁链，难道……小美人儿，这货不会是你的相好吧？哼，可惜啊，是个怂货。不如你投降跟我保你们不死。正好，就没有不战而降之辈。爹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就让我去吧。阿柔，阿缺，你去测。你疯了！他就是我姐从大街上捡回来一个乞丐，在武关扫了5年地，就是个废物。阿娟，你快走，镇武堂的事情本就不该牵扯到你。阿柔，大师姐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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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加油姐，超过他们！加油！法力高快，马上就要到极限了。不是你个破扫地工，瞎说什么呢？没听见我姐刚刚叫你滚吗？我知道，真的说中了。这就是卫龙县的最强者，看来这场比武没什么悬念。一群废物，想被我打死，尽管上来！小美人，你若是害怕了，就来哥哥我怀里求饶，待会儿能少受点皮肉是吗？闭嘴！二龙，爹说过会护住你们和镇武堂，怎么能让你先犯险？我先去试探他虚实。爹！我虽没有测试，但我曾经也是大夏前10，够不够资格？哼，老东西，你1年前已经受伤，现在已是半个废人了吧？你确定要跟我打？找，找死！爹，住！爹，没事。是我爹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师姐，姐，快打了！不错，但偷袭可是不对的。大师兄啊，别怜香惜玉了，好好调教调教。现在比武吃了苦，以后在床上啊，还能不偿命啊！就是啊，恭喜大师兄，今日既能拿到秘药，又能兵不血刃，抱得美人归。大刀！真香啊，美人儿！即便是你拼了命，你也伤不了我一根汗毛，还是从我吧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阿柔不被打死，也会重伤的。根本就没想活着走下擂台。什么意思？所有的招式都是进攻，没有防守。他想拼了这条性命，拼一丝赢的机会。什么？是我小看你了，但为了这帮废物，值得吗？就是无名之使，你先手，宁死不降。老爹，你绝对不会屈于你们破风堂的淫威之下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认不认输？不认。好，既然你骨头这么硬，那我就打碎你的骨头，到时候你还是我的玩物。大师姐，阿若，姑娘，找死！宗主，找他们。冷清风，我来跟你打了！冷清风，我来跟你打了！大权，你不要去，没有武功你会被打死的。废物，就别添乱了。不错，你们镇武堂是没人了吗？要靠一个扫地的出头，没人的话就赶紧认输。难道阿娟就是那个高人？
扫地公又如何？他也是我镇武堂的人。王清风，你敢不敢跟他打？激将法是没用的，刚刚已经说过了，只有大夏前50才有资格上擂台。他，哼，我王清风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挑战的。我要是能催动测炼石，跻身大夏前50呢？你一个扫地公，估计连内力都没有吧？想测试，我看在美人的面子上，只要你从这胯下钻过去，我可以不计较你的无知。钻过去，废物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难道你让我们镇武堂都为你丢脸吗？你也太不自量力了，真是丢人！阿全，不要去！爹娘，不是孩儿不想继续赎罪，而是这次孩儿无法逃避。强的力量，这是什么？刚才是他的铁链。他每天都带着上万斤的东西扫地，现在我有资格参加测炼。空有一身蛮力武功，习武之人都是以内功为准。看好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武者，大夏前5的实力。实力不错，但是你持强凌弱，不配登上大夏台。行了，既然你自己找死，我可以让你参加，但我而不可辱。你的排名必须超过大夏第5，否则今日不仅你得死，我还要让镇武堂世世代代做破风堂的奴隶。这太过分了，他这是羞辱我们。我就是死，也不对这种卑鄙小人俯首称臣。住手！爹，不能答应。这个废物只是力气大点，与其把镇武堂满门的命交在他手里，还不如我们跟他拼了。这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我信他。我也相信。爹，姐，一群丧家之犬，还真想靠一个连内功都没有的废物翻盘？我倒要看看你们待会儿怎么哭！他真的推动了淬炼石，推动19秒，19，居然比我还高1秒。不，他还在发力。第10了，第9，第6，他不就是一个扫地公吗？神梦白虹都被他超过了。第1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不行，若是展现全部实力，恐怕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我没看错吧？他就是个扫地的，竟然真超越了王清风，成为了大夏第5。也就是说，阿缺这5年一直在隐藏实力。就知道阿缺并非常人，我们镇武堂就救了。现在我有资格挑战他了吗？不错呀，我确实是小看你了。不过，你真的以为排名超过我，你就能打败我吗？不然呢？大夏前10名每相差1名都是绝对实力的碾压。王清风，你这次输定了！你下人。论排名，他确实超过了清风，但再加上独门秘法呢？据我所知，习武者都是内功为上，秘籍再厉害也只是外部招式，不能让人平白的实力大增。寻常秘籍也许不能做到，除非……不错，我们拿到了3把秘药，已经解锁了前5神留下的部分秘籍。我的秘籍？什么？
前武神一身武功空前绝后，靠的就是其中一门可以提升潜力的秘法。那也就是说，哪怕阿缺的排名高于王清风，是战场也打不过他。那这次怎么样？那真的完了呀！小美人儿，要不然到哥哥怀里来，把哥哥伺候好了。刚才的比赛我可以取消，刚刚的赌约也可以作废。王清风，比武尚未开始，你高兴的未免太可了。扫地的，你不会还想英雄救美吧？凭你的实力，你确定要和我打？胜负未分，我当然要打。我自量力。站住！你们打不过他，为什么还要上？难道害死我们整个武馆吗？阿缺他不是莽撞之臣，他既然敢上台，就一定要打。没错，阿缺，去打败他。爹，姐，他就是一个扫地的，你们为什么敢把整个正武堂的安危交在他手上？因为他是阿缺，我相信他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守护好正武堂的。贱人，居然敢跟这个废物靠得这么近，你是完全没把我这个未来的夫君放在眼里啊！阿缺为了正武堂而战，我当然站在他这边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在意他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扫地的，跟我打可以，不过你先要签下这个。生死状。扫地的，本次比武无论输赢，只论生死，你敢吗？不好，王清风这是恼羞成怒，想直接在擂台上把阿缺打死啊！我就知道，他一开始说比武赢了放过我们，就是骗人的，他就是在耍我们。王清风，我已经答应嫁你为妾，况且你们也说过只是比武不动刀兵，为什么现在出尔反尔？规矩当然是强者说了算。你扫地的，你刚刚英雄救美的那股劲儿呢？怎么怂了？这样，你现在跪下给我磕头，然后亲手把美人送到我身边来，我就饶你一命。阿缺，王清风这个人也很毒辣，你千万不要冲动。放心，不就是生死状吗？我答应了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娶云姑娘的赌约就此作罢，敢吗？阿缺，你云姑娘，5年前若不是你救了我，恐怕我早就横死街头。这次就当报答你吧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若是你乖乖求饶，我未必会对你下死手，但你偏偏要在美人面前打肿脸充胖子，3招之内必取你性命。少废话，1招。我是扫地的打不过，躲倒是挺快。第1招只不过是试水，等着吧。下一招，大师兄决定要他小命。大师兄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这招是果真眼熟，不过我什么时候留下过秘籍？刚才敢赌命，我还真以为你有2把刷子，没想到就这点本事。再来，我看你怎么赌。光知道躲怎么样？这就要把我们都害死啊！先别急，我相信阿缺，他一定可以的。想拖延时间，消耗我的体力，你该不会以为这样就能赢吧？闹剧，该结束了。
不错，该结束了。居然输给了一个扫地的！没想到这个扫地他真的赢了。我就知道阿缺一定可以的。清风，血脉筋断，武功全废。那个扫地的竟然敢对我儿下如此毒手！幸亏是大侠前5的高手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管他是谁，敢伤我儿，我一定让他付出代价！少爷带下去疗伤。阿缺，我没事吧？扫地的，没想到你真的赢了，算你有点用。阿缺赢了王清风，也就是镇武堂赢了和破风堂的赌约啊！是，看来这次我们逃过一劫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伤了我儿，还想全身而退，没那么容易！黄九生，是你先跟我说的，只要赢了比武就带人走，难道你想反悔？清风确实是输了，但我破风堂并不是无人可用。下一场我上，你们谁敢应战？黄九生实力比王清风强的不是一星半点，要是他上场，阿缺怕是也没有胜算。那岂不是我们真的会成为破风堂的奴隶啊？这全都怪他，比武就比武，下场那么重干什么？我看他就故意激怒人家王九生，让我们大家都跟着遭殃。就是啊，怪他呀！够了！要不是阿缺挺身而出，我们早就输给王清风了。你们不知道感激，反而还怪他。可要不是他重伤王清风，我们也不会遭受性命威胁啊！王九生，若你心里实在有气，全都冲着我来就行。只求你放过镇武堂的满门。爹，你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废物，杀你10次也难消我心头之恨。让我放过镇武堂，好啊！你们打断他全身经脉，砍断他手脚，让他给我儿赔罪，我或许会考虑放过你们一马。不行，是王清风非要赌赢，也是他出手招招不留余地。你们技不如人，简直就是胡搅蛮缠！贱人，还敢吹叫嚣！若不是你，我也不会受到那个田地。待我叫镇武堂你们，一定把你抓回去，做我儿子的玩物！无耻！要不就按王九生说的，把他推出去。对呀，大师姐救了他性命，镇武堂收留他5年，现在到了他该报恩的时候。你们刚刚是你们还要说和破风堂拼命，现在呢却要推阿缺出去挡道，你们就是懦弱，更无耻！大师姐，这真不是我们胆小，只是现在你牺牲他一个人就可以保全我们整个镇武堂，这是多么划算的一件事情啊！简直胡闹！危机当下不投诚敌忾，反而为了偷生出卖同伴，这就是你们习武多年的觉悟吗？我们只是想活着，我们有什么错？镇武堂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还不都怪那个扫地的？他就应该负责。子豪哥，你说是吧？你们说的对。镇武堂被逼上绝路，的确都怪阿缺，怪阿缺下手太轻，别把王清风给打死。怪阿缺下手太轻，别把王清风给打死。我云子豪虽然看不上他阿缺，但是也做不到牺牲他人性命来换你自己头上。各位，今日镇武堂遭难，想要保全性命是人之常情。若是想不被波及，现在便和镇武堂断绝关系，自行离开就是。堂主，这话可是你说的。从今日起，我便不是镇武堂的弟子啊！兄弟们，我们走，告辞！兄弟们，走！走！
爹，我不走，我誓死与镇武堂共进退。我也不走。誓死与镇武堂共进退！誓死与镇武堂共进退！誓死与镇武堂共进退！王九生，不就是比武吗？我们就是赌上这条命，今天也陪你到底。你群废物，既然上赶着要死，那么今日就大开杀戒。堂主，放心吧。阿缺，今日之事本不该牵扯到你。方才你为镇武堂出手，已经还了这5年的恩情。你走吧。对，阿全，你快走吧，好好活下去，不要为了我们做无谓的牺牲。堂主，您不是王九生的对手，这场比武还是由我来吧。不行，王九生排名大夏前3，比王清风还高2个等级，你打不过他的。阿全，扫地的，你伤了我儿，你说我是先打断的经脉的，还是先砍断的手脚呢？一群乌合之众，武林败类。今日之后，我便让你们在武林彻底消失。无知小儿，那就跟你开始吧。王九生，这个废物，这么久连个小武馆都搞不定，是想被尊上治罪吗？怎么回事？看你头黑了！这气势，难道是？参见二长老。王九生，尊上让你取个秘药，你竟然还开上擂台了？怎么，玩小孩过家家吗？不是的，二长老，我行了，别这么多废话，赶紧把人全部杀了，拿回秘药回去复命。爹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他的周身气场怎么这么强？不清楚，我看样子他应该来自北疆。切，不就一个北疆莽夫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他就是5年前禅灵武林第2人裘天罡。本以为王九生口中的秘药是没有根据的武林传言，但现在连他也说我留下了秘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位壮士，不知道你们从哪得来的消息，在镇武堂真的没有什么秘药，求你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马。尊上的话绝不会有错。既然你不知道，那活着也没什么意义。二长老，你难道已经服用尊上研制的秘药了？没错，我现在不仅功力大增，还拥有金刚不坏之身，放眼天下无人能敌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还是不交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不是我们不交，是真的没有。不识抬举，那你就带着这些废物一起下地狱吧！他就有如此强大的内力，恐怕我们全部人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。爹，我看你们是过于谨慎了。据我所知，北疆就是一些空有蛮力、只会放牧打猎的莽夫，功法秘籍与我们大夏宫更是没法比。四号，越是这种关头，越要谨慎。怕什么？像这种级别都不用爹你们出马，我就能打得他满地找牙。等等，他这样有古怪。扫地的，我承认你确实比我强，但区区一个北疆人，我就能随便应付。看我的！喂，傻大个，赶紧从我镇武堂滚出去，否则小爷我一拳就把你打成残废！混货！你敢骂我？不好，快收手！怎么会这样？丝毫的五脏六腑都被严重震伤，还是被我镇武堂的拳法所致。哎呀，云家那小子怎么会对自家拳法所伤？奇怪了，我服下了尊上研制的奇药，不仅金刚不坏，还能将对手攻击的招式如数奉还。对手力量越强，伤的也越重。不愧是尊上，
还能赐予二长老这样的能力。要说破风囊也能拥有人人炼成，斗上整个大夏，我们哪里还有对手啊？那魏家人到底是什么来路？他绝不简单。他这是中了反煞蛊。阿缺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反煞蛊又是什么？我也只是在传闻中听到过的。一旦中了反煞蛊，在蛊虫的作用下，便可以变得金刚不坏，并且能反弹对手的招式。他胳膊上的刺青便是标志。啊！天下就有这种邪术？那岂不是就算武神莫白虹到场，也无法打败这古人？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！今天你们正武堂所有人都得死！我藏秘药，最上大使，杀无赦！慢着！阿正，慢着！阿正，你是谁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他就是正武堂那个扫地的。阿长老，您的身份这么尊贵，怎么可能会认识这种人？阿缺，你快下来！他就是一个怪物，你打不过他的。对呀，阿缺，你忘了子豪是怎么受伤的吗？你武功高强，会伤得更重。果然，原来如此，你也敢来我面前找死！天下武道相生相克，再强的武功，同样有其弱点。我就不信，这世上有绝对的金刚不坏。扫地的，是你疯了，还是我听错了？以二长老现在的实力，恐怕就算对上武神莫白虹，也不会落下风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还点评上了？我的确不算什么，但我能破了他的护体功法。到领导还敢叫嚣？金刚不坏，自古就号称绝对的防御，凭你也想打我？有意思啊！既然你这么自信，我倒也想看看你怎么打破我的护体绝技。不过找话说在前头，若是打不破，我会将你撕成碎片。那如果我没打破，那我直接跪下奉你为师，再依你所愿，放过真武堂所有人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小子疯了吧？这时候上去了，和生死有什么分别？等等，看阿缺胸有成竹的样子，说不定真有办法。这反煞蛊看起来无人能敌，但只要找出蛊虫所在，再以强大的内力逼出，这金刚不坏，未必不能破。小子，这是耍什么花招？吓得不敢睁眼了吗？哼，这扫地的怕是知道自己打不破，闭眼等死吧。阿缺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这气场，他似乎在用内力感受本乡人体内蛊虫的走向。怎么回事？他周身竟然有这么强大的气流？难道他真有破解金刚不坏的能力？故弄玄虚！老子没时间给你好了，受死吧！找到了！如此强大的内力，终于出手了。二长老，阿缺真的破了他的金刚不坏，他吐出的就是反杀。方才也说，就算武神到场也不会束手无策，结果被阿缺这么轻松就破解了。阿缺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
我只是碰巧知道克制反杀国的方法，不算什么的。不管怎样，那北疆人说了，只要你能破解他的金刚不坏之身，他就拜你为师，还要放过我们所有人呢。阿缺简直是我们镇武堂的福星啊！堂主，你不是说二长老是大夏第2的高手吗？怎么会输给一个扫地的？难道我们真的要按照赌约放过他们？二长老，太好了，二长老，我就知道你。二长老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北疆人怎么回事？怎么连自己人都杀？而且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好像不太正常。有什么不正常的？我看啊，他就是接受不了自己输给阿缺，所以才恼羞成怒。喂，赵大个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过来磕头拜师！阿缺，你不是已经破掉他的金刚不坏了吗？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是反照果，被种下反照果可以让武者变得金刚不坏功力大增，但现在他降服依存的蛊虫被强制逼出体外，所以他便失去了意识，变成了一个只懂嗜杀的躯壳而已。那他这样的杀戮状态要持续多久？杀到无人可杀为止。大不要轻举妄动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他制服，不然他会一直处在攻击状态。你说的多么简单！二长老真实身份是大夏第2高指邱天生，就算金刚不会被破解，实力仅次于武神莫白虹。什么？那岂不是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是他的对手？他既然如此强大，那我们所有人只能在这等死了吗？镇武堂对我有恩，我不能看着大家死在这儿。可若是我出手制服邱俊刚，必然放我生命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能让我们所有人都逃过此劫。什么办法？让他去拖住二长老，其他人都趁机逃走。绝对不行！你都已经说了，这个人他是大夏的第2高手，你把阿缺推出去，我就让他去送死吧。那有什么好？说不是这个扫兴非要趁机破解金刚不坏，二长老就不会失控。没错，二长老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他。现在他牺牲雅换我们所有人活命，难道不应该吗？扫地的还不赶紧上？难道让我们所有人给你陪葬吗？刘冰山，堂主，你们先走，我去搜查。阿缺，不要去！阿缺，不要去！邱天罡他武功高强，关键现在失了智，你要是去的话会被打死的。没错，镇武堂所有人都应该共进退，没有让一个人死换其他人活的道理。堂主，我还在等什么？林堂主，只要这个扫地功能助我们逃过此劫，那我破风堂和你们镇武堂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，再也不找你们麻烦。怎么样？你做梦！王九生，今日分明是你们上门找茬，也是你们再三把我们往死路上逼。就连破解金刚不坏的赌约，也是你们主动提及。凭什么现在出了事就要怪在阿缺一个人头上？对，没错，我们不可能让阿缺一个人出去冒险。今就不只是发奖，既如此，那就别怪我让你们整个镇武堂陪这个扫地公陪葬了。不好，他这是故意把邱天罡往我们这儿引。自己找死！我们走。是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救人要紧。武神莫白虹，他怎么会来这儿？堂主，他该不会知道我们灭门其他武馆的事，所以特地来抓我们吧？不可能。莫白虹虽然是武人，但他吃力不到，是外观成武之士。他这次来也是什么？也许是来保护我们破风堂的。武神所在的白月阁，这是武林大比的举办方。现在武林大比在即，我们破风堂又是武林中实力强劲的门派，武神自然不希望我们出事。他是什么人？竟能轻松与邱天罡直接抗衡？看样子，这位女侠的实力远在邱天罡之上，而邱天罡是大夏第2，那这位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武神莫白虹。看来我还是来早了，否则还能见识一下你亲自出手的强大实力。赶紧解决吧。参见武神！参见武神！真的是武神，那个传说中大夏武林的最强者，竟然是个女的，还不赶紧行礼！参见武神！阿缺，快跪下！
的竟然敢对武神不敬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他万劫不复，趁机将镇武堂彻底击破。冰神，这镇武堂小小重伤我儿，害他大夏第二高手害成这副样子，如此残暴阴险的武林败类，还请武神必要重重责罚。武神明鉴，今日是破风堂率先上门挑衅，也是他们屡次威胁到我等性命，我们被逼无奈才出手伤人啊！更何况这位裘前辈，是他修行邪术，自食其果，与阿缺无关啊！对，就算要罚，我镇武堂等人可以认罪。可是阿缺是为了守护我们才会出手，还求您不要怪罪他。我也觉得阿缺今天没错，求武神开恩饶了他。求武神开恩饶了他。起来吧。我很想知道被这样一群弱者保护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。他们虽然实力不强，但是为了心中坚守，愿意拼出性命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们已经无人能敌了。好，我帮你护住他们，你帮我打一架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作弊的，你跟武神大人说什么的？武神大人身份尊贵，绝对不会受你蛊惑。武神大人，你为什么要帮他们啊？这场武林大比，我们破风堂才是最有可能获得好成绩的门派呀！王九生，破风堂近日实力大增的原因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这当然是我们门下弟子勤学苦练，我还敢撒谎！1年之间，你将3大门派灭门，以此窃取武林秘籍，招揽各派高手。你的这些所作所为，你以为能瞒得住吗？要不是武林大比在即，我今日就出手清算。我还不快滚！是，谢武神大人，赶紧走。镇武堂多谢武神出手相救，多谢武神出手相助。起来吧。武神大人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我莫白虹并非是多管闲事之人，今日出手只为一人。是谁？他。阿缺，他不就是个扫地的，他怎么会认识武神？武林大比即将开幕，速回。你说好跟我比试，可不能食言啊！武林大比等你。你没听错吧？武神连续5年都是武林绝对第一人，他要跟阿缺比试，难道你比武神还强？我刚刚的排名你也看见，你觉得呢？也是，你只是大夏第5，跟武神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依我看，是武神这几年找对手找的魔怔了，遇到点有实力的就想比一比。现在你终于承认阿缺厉害啦？当然，我这人一向公私分明，他确实是镇武堂最强的。我认了。阿缺，你是你，唐总。不是，他是什么啊？没什么。啊，今日之事大家都辛苦了，都回去休整疗伤吧。是。阿缺，你没事吧？有你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日多此一命救我。从今以后，我会保护好镇武堂所有人的。废物！一个小小的武馆都搞不定，还惊动了武神莫白虹，你们究竟是怎么办事的？罪下受罪。本来事情进展很顺利，可突然冒出个扫地僧，他武功深不可测，不仅将我儿打成重伤，还将阿昭金刚不坏都给破解了，我们实在是束手无策呀！地东还破了我的蛊术，他一直是镇武馆的人。不是的，今日听说他扫了5年的地，应该是5年前进了镇武堂。5年前，这不就是当年他失踪那一年吗？难道他是？我用什么办法把他引至武林大比？本尊要亲自会会他。属下领命。
如今奸恶之辈当道，不仅屠害武林，还声称我留下了密钥，将多个门派灭门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引我入局。爹，娘，你们在天有灵告诉孩儿，这次我该不该出手呢？这是阿缺，阿缺，不好了！九姑娘，怎么了？我第2次号被人掳走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一定是今天破风堂的人轮到修承诺，所以才上门寻仇。阿缺，你这么厉害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帮我，我求求他们，我求求你。九姑娘，你别慌，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？爹和子豪本来在房间里疗伤，然后我就去房间里找他们，结果房间里空无一人。但是我在房间里发现了这个纸条。武林大弊，至于冲得进来呀！看来那幕后之人今日已经试探出我的身份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堂主和云子豪都在这个人手里，为了他们的安危，我们只能照做。明天一早就去武林大比。这就是大夏第1门派拜月阁，真气派。行了，别瞎干，师姐带我们来这儿可是有正事儿。阿缺，你说子豪他们真的在拜月阁吗？才有可能。这幕后之人费尽心思引我们来武林大比，说明他应该藏一份此处。哎，这武林大比真是一年不如一年，什么阿猫阿狗也能来参加了。谁说不是？喂，看你们这身装扮，就是从哪个穷乡僻壤的小门派出来的吧？我劝你们赶紧滚蛋，不然待会儿被打死在擂台上，可别怪我们心狠。扫地的，你们本人来了被打死，这一次我就取了你的狗命。他是大夏的前三王九生，这个小门派怎么得罪他了？真是不要命了，连王前辈都敢得罪，我看他们今天算是完了。小子，你不仅将我儿打得筋脉尽废，还让他此生再也无法修，这一次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。所以，真的是你掳走了堂主他们，还引我们来武林大比。事已如今，你们将我儿害成那个样子，定要为他出这个恶气。何宗生，要是敢动我爹他们，我一定饶不了你。就凭你，可惜过了今天，我不仅会杀死那两个废物，还会将你绑回去，终生侍奉我儿左右。永年，他就是故意激你出手，别中计。二生，你二喜被杀了堂主他们，怎么动手的？说吧，你背后之人故意引我们到此，有什么目的呀？你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好，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就没必要浪费时间了。云姑娘，我们走吧。站住！扫地的，算你有点脑子。引你过来，确实是尊上的意思。尊上说了，只要你能获得这次武林第一，他就会放过那两个废物。武林第一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阿缺，这个尊上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不想借武林大比验证了实力？怎么不说话？我看你们是没这个实力。既然如此，那可就给我尊上手下无情，杀死那个废物！等等，刚刚你说，只要我们取得武林第一，你就放他们。说话算话。当然。好，我答应。我没听错吧？这个废物竟然真觉得自己能拿到第一，我看他要么是没见识，
还是疯了？我看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送上门来找死了。我会让你们知道伤害我儿子的代价。阿缺，这武林第一不仅要获得2个比试的魁首，而且还要在最后跟武神莫白虹对打，这我们真的可以吗？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。走吧。裘天罡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他不是被武神莫白虹打伤了吗？应该是有高人为他疗伤。这次大比不简单，一定要很小心。各路英豪注意，此次武林大比总共2回，第1轮内力测试，获得前4名的优胜者可以进入第2轮实力对抗，最终的获胜者将与我一战，决出最新的武林第一。这次你一定要与你比一场。我宣布，武林大比正式开始。第1轮比的是内力，各位将站在界限之外，用内力运起玄铁钉，使其命中木靶，命中越多者则为优胜。这也太难了，这一根玄铁钉的重大摆件，运起上限费用，更何况还要击中5米开外的木靶。除非武者内力深且控制力极强，否则根本不可能做到。不然怎么只选择4名进入第2轮？看来我们是没希望。我先来。竟然命中了5个，不愧是大夏前3的高手。下一个，阿缺，以我的实力，恐怕无法进入前列，还是得靠阿缺你了。把我伸过来。记住这个口诀，待会儿应该有用。阿缺，这个口诀居然可以提升我的内力！不过这么玄妙的口诀，阿缺，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不是吧？他竟然跟王九生前辈实力一样，那可是大夏前3啊！他不是乡下武馆的吗？怎么这么强？待会儿不会真让他得第一吧？痴心妄想！二长老，想拿第一，先不。扫地的，看到了吗？想要拿武林第一，就必须要超过2长老。裘天罡5年来一直是大夏第2名，只排在武神莫白虹之后。要想超过他，除非天神下凡。愣着干什么？到你了，阿缺，我相信你。他疯了，竟然运起所有玄铁，他不会以为真能超过裘前辈吧？跳梁小丑。这个还以为你真能命中所有玄铁钉，现在看来不过是碰运气。还能这样？这不就是靠蛮力运起所有玄铁钉打出去？这废物也能中几根吧？是骡子是马，待会儿比武的时候就能见真章。现在我来宣布第1轮比试结果：阿缺、裘天罡并列第1，王九生第2，云千柔第3。以上4人进入第2轮实战对抗。阿缺，接下来就靠我们了。小子，之前在镇武堂你害得我差点丧命，这次比武，请你们让我
生不如死。这可怎么办？你惹恼了裘天罡，这会比赛他会针对你的。放心，我自有应对。走吧。真的只能用7个，这不该是你缺的水平。这是。原来这些选手兵并非没有走，而是直接穿过靶子落到了地上。第2轮比武，2两对决，各自的选手由抽签决定，抽到同一数字的2人自成一组。比武过程中被打下擂台的人淘汰，最后胜出的2位将进行最终的决赛。好，亮牌。真是冤家路窄呀！这次我一定不会手软的。扫地的，上次正武堂我就想杀了你为我报仇，却被2人赶来打断。这次我看谁还救得了你！还不知道幕后之人引我来此的真实目的，最后还是不要过事。这小子身法我都没看清，竟然还能躲过王前辈的攻击，雕虫小技！王前辈还没开始发力呢，一旦发力啊，就是这小子的末日！还不出招，正因为我不敢杀你！对付你，不用出招也能。狂妄！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你。爸爸，这个是。第1场，王九生淘汰。咱们赢了，赢了！耶！堂主，没事吧，堂主？我输了。不是嘛？这还没开打了，怎么得结束了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往年5人大比的第2轮，诸位高手都打得难舍难分，怎么今年还不是有2颗老鼠屎侥幸混入其中？你看他刚才根本不敢正面跟王九生前辈对打，这才使出阴招的。一群无知的家伙，宁缺刚才的身法，他们村 A 一辈子也达不到10公斤。阿全，你太厉害了，居然打赢了王九生！姑娘，裘天罡此人小，待会对上千万不要逞强，找机会跳下擂台认输，剩下的交给我啊。天罡，这是尊上的传音。那扫地公一直隐藏实力，必须想办法将他全力出手。这女人或许是他的软肋。受死吧！水鬼雕，大师姐，水鬼雕，快想办法下台认输啊！刘姑娘，什么嘛，这女的就这点实力，裘前辈对她简直就是单方面碾压啊！活该，这2个投机取巧、不自量力的东西就该被处罚。裘前辈，继续打他！不好，看你架势，裘天罡根本不会允许你们2人输。这次他是冲人命来的。裘天罡，你有什么火可以冲我来？欺负一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？扫地的，既然你这么在意这个姑娘，好，只要你跪在地上求我，我就允许她下台认输。裘天罡，我警告你，
你要再敢动他一根毫毛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！还敢嘴硬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楚天罡，你难道想当着我的面在擂台上杀人吗？武神大人，还没人下台，还没分出胜负，你忘了自己定下的规矩吗？你小子，想好没？当起跪不跪？不要跪！我绝对不要跪！还挺心疼你那青芒，可别废了你这双手！我跪！不要跪！是不要！月姑娘，我之前答应过你，会保护好镇武堂所有人的，所以我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。秋天罡，你最好信守承诺，赶紧的吧！早就该下跪了，这种靠下三滥手段晋级的怂货就该被制裁。没错，大夏武林要是被这种废物夺得地，那才是真的完了的。武林，回出大夏，回出武林，回出大夏，回出大夏，回出武林，回出大夏，回出大夏，回出武林，回出大夏。对的还挺板正，不如你再给我磕2个头。啊！裘天罡，你别太过分！我过分？那他之前在镇武堂害我走火入魔的账，又该怎么算？裘天罡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是很好奇啊，你这么在意这个姑娘，如果我当着你的面弄死她，你该是怎么样的反应？啊！你敢？我不敢。那你看好了，你。神大人竟然出手破坏比武规则，你不怕拜阁阁主怪罪吗？你和这位姑娘的胜负已经很明显了，依我看，不必再比。月姑娘，没什么。月姑娘，照顾好月姑娘。天罡，你要打是吧？我来陪你打！这么想为那女人报仇啊？好，此次比武与我赌命，你敢吗？不敢。什么？他竟然真的答应跟裘前辈一决生死，他不要命了吗？我真是乡下来的莽夫，无知至极。待会儿啊，我看他怎么收场。老弟的，算你有点胆识，待会儿我会好好给你个痛快的。那就劳烦武神做个见证，此次比武不死不休。好，既然二位已经达成共识，那我也不会扫兴。自量里的蠢货，我先杀了你，再把云冈一家灭门。该死的是你！尊上果然没有说错，逆境真的一直在隐藏实力。你究竟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今天
就是你的死期。灵神，师傅，这是拜月阁阁主池天道，他怎么出山呢？听说阁主自从5年前武神宁缺失踪之后，就一直在闭关。现在所有事情都交给现任武神莫白虹处理，今日怎会出现在大比现场？参见师傅。武林大比点到为止，你不维持秩序，任由选手闹出人命，你这武神到底是怎么当的？这位小友，你来我拜月阁闹事是什么意思？分明是秋天刚要杀害我师姐在先，他却这么做也是为了讨回公道，这有什么错？对呀，大师姐差点被打死的时候你们不出手，现在却出现，难道是要保护凶手吗？阿缺，阿缺，阿缺。幽娘，阿娟，大师姐怎么回事啊？我3个月里丹田受损，怎么办呀？阿娟，想办法救救师姐。我先用内力护住她的心脉。幽娘，若不是我，你和堂主他们也不会遭此劫难。这次你一定要挺住。没想到这个死贼的实力这么强，连2长老都被他打成重伤。趁他现在给那个小贱人疗伤，赶紧跑！幽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秋天高付出代价。我和他已经有约定，这场比武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。现在还没有结束。站住！这位小友，你父母当时被害时，你若有这种态度，我早就为他们报仇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放开我师傅！到底什么意思？跟当年的事情有什么关系？小友稍安勿躁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一直被仇恨裹挟控制，并不是什么好事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5年前，你因为仇恨，选择放弃了你最热衷的武道，隐姓埋名到现在，而现在，你又因为仇恨，几乎暴露了身份。你觉得这些是你父母最希望看到的吗？到底是谁？我不过是知道一些往事的人而已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裘天罡他在大比上伤了人，我拜月阁自然会惩处。还请小友给老夫一个薄面。这是我拜月阁所制的伤药，这位姑娘伤得不轻，此药能助她痊愈。各位，今日出现这样的意外，是我拜月阁的过失。我宣布，今日大比结果作废，择日再比。就此散了吧。方君说不见了，怎么办呀？阿君，阿君，王九生他们不会把堂主他们给……云姑娘现在伤势太重，我们先回正堂，然后再派人找堂主的下落。那位长者说的没错，这确实是上好的伤药。爹，爹，走，爹。龙娘，你醒了。
泉，我这是在大比的时候，你被裘天罡打成重伤，不过现在内力已经基本恢复，再过几日便可痊愈了。阿泉，我以为我差点就死了。好了。那我们又是谁救了我？我们又是怎么离开的？当时，裘天罡以你的性命相邀，逼我下跪，但后来却突然反悔，是莫白红救了你，但我急火不用心，一定要杀了裘天罡。莫白红的师傅池天道出现，还给了你6成的能量。所以你是说，是武神莫白红出手救了我，而你又差点杀死了裘天罡，最后又是拜月阁的阁主出面救了他。月姑娘，事发突然，王九生趁乱逃走，所以我没有打听到堂主的下落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的。我信你，但是这个裘天罡，他位临武林榜的第2，你竟然差点把他打死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好吧，你不愿意说的话就算了，反正我都信你。谢谢你，娘娘。不过事到如今，我已经不打算跟你妈了。其实这些天，你和正武堂的遭遇，都是因为我。因为你？你是说王九生、裘天罡这些人都是冲你来的？我不叫阿缺，我叫宁缺。宁缺？难道你就是那个5年前，当我再一次拿到武林第一，回到家之后，却发现我的父母都被仇家杀害。后来，我认为是我间接杀死了他们，所以整日浑浑噩噩。直到后来遇见了你。先生，先生你还好吗？先生，要不要送去医馆？后来，你和堂主收留了我。从此之后，我便下定决心，不再过问江湖之事。没想到王九生他们为了逼我现身，竟然故意编造出4大秘药的说法，到处灭门无关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他们这些人来到了正武堂，发现了你的身份，他们就掳走了我爹他们，就是为了引你去参加武林大比。对不起，云小姐，都是因为我，正武堂才会有此遭难的。不，我不怪你，是王九生这些人奸恶可恶。我只是担心我爹和子豪他们。不用担心他，这次武林大比异常终止，幕后之人没有达到目的，所以他会继续以堂主的性命制衡我。放心吧，他们暂时不会有事的。我果然没猜错，他就是我找了5年的人。尊上，武林大比结束了，扫地宫也回正武堂了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手上不是还有2个人质吗？带上来。爹，那不是王九生吗？大胆，见了尊上还不跪下！裘天罡，哼，这便是你们背后之人吧？我云永刚此生跪父母、跪祖师、跪天地，但绝不会跪这种戕害武林的饥饿之辈。受死！云堂主，你曾经也是大夏前10的高手，如今你的镇武堂竟变得如此的落寞。云堂主，我有一个方法，能让你的武馆能回到巅峰。
不知你有没有兴趣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想必你也猜到那个扫地公的身份了吧？他现在最信任的就是你们镇武堂的人。你只要为他服下此药，一旦我统一大夏武林，绝对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不可能，我绝不会害有恩于我之人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别打我爹！你放过我爹！放他，可以。那这毒，你去下。怎么不答应？继续动手！住手！我去。还是没有我爹他们的消息吗？大师姐，能用的人手我们都已经用了，但就是找不到一点的线索。怎么办？阿轩，你说我爹他们会不会？大师姐，阿轩，好消息！大师姐，子豪兄他回来了。什么？他在哪？姐，子豪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姐，我以为再见不到你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爹呢？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啊？爹还在王九生手里。王九生？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怎么没有带他一起啊？雍阳，袁子豪刚刚清理那样的事情，想必受惊了，先让他回去好好休息吧。我知道姐在哪。那个，姐，你去召集人手，我带你们去。好，那你先回房间休息啊。等准备好了，我就去找你。谁啊？是我，阿轩。进来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刚刚看你身上有血迹，应该是受伤了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把衣服脱了。不用了，我没事。好，那我把药放这儿，你要是需要的话，就直接用。哎，等等，有什么事？我有话对你说。怎么了？以前你老是跟我一起走很近，我看不惯，所以我老是针对你，还说一些话刺你，是我的不对。那些事儿我根本就没在意过。但是我在意。我以前说你是废物，但是你武艺高强，还救了我们真武堂所有人。我应该向你道歉。若是你能原谅我，就喝下这杯谅解茶；若是不原谅，转身做别事。拿着，怎么了？你脸色怎么不太对啊？你好，阿轩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那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出发吧。子豪，这前面都已经没有路了，你确定是这里吗？大家小心，此地环境特殊，很容易被围堵。现在才意识到，已经晚了。各位，又见面了，还真是有缘啊。胡天罡，他不是被白玉哥严惩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难道你们早就埋伏在这儿？不然呢？就凭你们，还想从尊上手底下救人？殊不知这一切都在尊上的掌握之中。王九生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赶紧放了我爹！只要你们交出这个扫地公，
尊上就会放过你们所有人，说不定还会将你们镇武堂纳入麾下，带你们共赴荣光。给他们这么多废话做什么？赶紧全部杀了，再把人绑回去交给尊上复命。邱天罡，你觉得以你们俩的实力，能打过我吗？试了才知道。我体内怎么一点内力都没有？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这个嘛，不如去问问你的好弟弟。子豪，是你？姐，我也不想这样，他们让我给阿虚下毒，我要是不下毒，他们就会让爹死，我不想让爹死啊！你怎么能这么做？叶姑娘，骗子会是救不心情。我交出去吧，从始至终，要的都只是我。陆阿觉，现在身中剧毒，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抛下你的。没错，之前阿薛救了我们，如今他有难，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啊！就是你。哈哈哈哈！一群蝼蚁也敢挡在我面前，那就一起去死！莫白虹，又是你！这次你又想保下他们？是又如何？奉劝你别多管闲事，否则尊上怪罪下来，就算你是武神，难逃一劫。好大的口气！我大夏武林还轮不到一个连面都不敢露的阴沟老鼠做主。爹，莫白虹，当了几年武神，真当自己是武林之主了？我的事你也敢管？参见尊上。尊上，我已经按你说的做，给阿虚下了毒，还把他们隐藏上。你现在该放了我爹了吧？放人可以，拿他来换。不会把他交给你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答应过我，只要按你说的做，你就会放过爹？你为什么出尔反尔？是尊上让你去下毒没错，但什么时候说放过他了？这老家伙现在好好的活着，你应该感谢尊上的不杀之恩。你们，我跟他换。你疯了吗？你现在内力尽失，落到他手里只有死路一条。这件事皆是因我而起，李毅，由我来解决。不要过来！阿俊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不要为了我。林堂主，你说的话太多了。小子，你还不快过来！站住！阿俊，大夏武林的未来靠你了！我运用刚今日我的计算。爹，等！这个畜生，你杀了我爹！我杀了你！
姐，是我没有护好爹，都怪我。我们武林戕害无辜，今日我就要替大夏武林除掉你这颗毒瘤。自量力！村长，是我的内力所致。你看你自己中了反杀蛊。知道就好。就算你是武神，也不可能伤得了我半毫。你们的武神已经倒了，还有谁敢反抗？我再说一遍，只要你们把他交出来，我就可以把你们放走。可能你杀了我爹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你伤害我身边任何一个人。镇武堂弟子天亮，杀了他，给堂主报仇！给堂主报仇！宁缺，这就是你想保卫的武林，在我手下竟如此易碎，你不觉得是个笑话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看似退隐江湖，不理世事，但是你是一个最重情重义的人，所以我就引着这些人来，以他们的性命跟你做一笔交易。我要你的内功。为什么？反杀蛊虽然让我强大无比，但却容易失控，能让一个人的心智没有意识，成为一个怪物。但只要能修炼你的内功，我就可以将其运用自如，成为大夏武林的绝对统治者。所以这一切你从5年前就开始计划了？没错，我谋划了5年，只为今日。看样子我是赌对了。我可以把我的内功秘诀给你，阿娟，但你必须信守承诺，放过所有人。阿娟，不要！要是把内功交给了这样的人，那我们大夏万劫不复。如果你要把内功交给他，那么莫白红这辈子都看不上你。我的内功诀窍只在一个8字口诀，别过来！我告诉你，小子，你可别跟老子玩什么花样。那8个字是他的命，万恶当诛。住手！住手！怎么会？你的内力不是被毒素封印了？你输就输在自以为可以操控人心。是你没给他下毒。这个无恶不作的败类，我云子豪怎么可能与你帮凶？若是你能原谅我，就喝下这杯养血茶；若是不原谅，你转身就做没事。所以你没喝那杯茶？我当然喝了，不然你怎么会放松警惕，自以为牵住了所有人？只不过耗费内力发一时，不然可能让你害死堂主的。我倒要看看，躲在这面具后面做尽恶事的到底是什么人。师傅，师傅，放开他！师傅，真的是你？怎么会这样？瞒了这么多年，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为什么？从小你都在教我捍卫武林、匡扶正义，我不相信你能做出这些事情。莫白红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如此天真，我收你为徒，
教你习武，不过是因为你是个女子，好操控，能让我躲在武神的头衔下谋划大计而已。蛇剑道，你已经拥有大夏第一武馆，还是武神的师傅，为什么要执意操控？当然是为了带领大夏武林走向巅峰。你们这些妇人之仁的废物，整天光知道空喊着匡扶正义、以和为贵的口号。大夏鼓舞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群懦夫，才一直不温不火。所以，当年杀我父母的凶手到底是谁？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？就是我杀了他们。我本以为他们的死会刺激到你四处寻仇，将整个武林搅得天翻地覆，没想到你竟然像个缩头乌龟，躲了整整5年。是天堂，你该死！我杀了你！宁缺，你不会觉得自己真的算无一策了吧？既然都知道你的软肋就是那个女人，我会什么都不做吗？你干了什么？姐，月姑娘，姐，月姑娘，月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还记得武林大比上我送你的伤药吗？你应该都给他用了吧？这是我拜月阁所制的伤药，这位姑娘伤得不轻，此药可助她痊愈。你在药里动了手脚，稍安勿躁。这毒从发作到让人毙命需要整整1刻钟，也就是说，你还有1刻钟的时间。要不要把内功给我？阿娟，我姐到底中了什么毒？你那么厉害，你一定可以救得她，你救救她吧！我体内是反杀过积累的毒素，除非找到魔骨，否则根本没办法解。什么？那我姐怎么办？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姐死在你面前吗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爹、我姐就不会有这样的下场。你还犹豫什么？你的时间不多了。还是尊上高明，先给这贱人下药，现在让扫地公不能不救。等内功秘籍到手，你一定会功力大增，成为大夏最强者，称霸武林。特别是所谓的武林正派，即便拥有大夏最强的实力又如何？照样只能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中。不能再逃了！要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把内功交给他，整个武林都会有灭顶之灾的。云姑娘与我有恩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作为大夏武神，更不可能让你做出危害武林之事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去！月姑娘，阿娟，我爹已经也被这件事而死。若是你再把秘籍交出去，那就会功亏一篑。若是你交出了秘籍，那我就会自尽。阿娟，是你我很高兴，让我再。月姑娘，这是他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抑制反杀蛊的毒素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明白了，之前赤颠道说过，我的内力可以克制反杀蛊。之前
我给你姐疗伤的时候输送过内力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姐体内的内功能克制反煞蛊啊！我姐她会没事的。没错，你姐体内的毒素已经慢慢消坏了，保证好她。好。岳父他该解决正事了。兄弟之徒，还敢阻挠尊上大计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对尊上不利。没错，想让尊上从我们身上踏过去，助纣为虐，自不量力！楚天大，你恶事做尽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死，就算谋划被你们破了又如何？我有半煞蛊护体，金刚不坏。既然你们不交，那我就主动来取。现在怎么办？半煞蛊遇强则强，除非找到蛊虫，破解它附体身份，否则我们也没法做。那我先拖住他，你去找蛊虫。莫白红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若是乖乖的让开，我还会看在多年的情分上饶你一条生路。池天道，你祸乱江湖，危害武林，该死！怎么样，被自己的内力所伤，不好受吧？要是再这样下去，你就会被自己的武功耗死。快点，我顶不住了！再坚持一招，我就能找到帮虫所在。莫白红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执迷不悟，这是要葬送自己的性命啊！执迷不悟的是你！做到了。你竟然破了我的反煞蛊！你妄修邪道，滥杀无辜，早就该死了。你们才该死！我才是大侠武林的救世主，我才是。这是怎么了？古庄的女人意识分裂，她马上就要失控了。不能找，她会杀了我们所有人的。好。我还不知死，我要大侠武林。尊上，他们杀死了尊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生的气在太不完美之上，跟这不好啊！做了这么多恶事，还想跑？沈大人，你就饶我一命吧！我也是被刺杀，我也是被池天道蛊惑的。白红，500口，要怎么处置？随你。你看如何将这两人处置是好？此事已了，我只是扫地的，武林之事不必。真的决定了要退隐江湖？郑永堂因为此事伤亡惨重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而且，我更喜欢那几年扫地的日子。明天就是武林大比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以堂主的身份参加比赛，我有点紧张。你能不能再教我2招吧？如果呀，如今镇武堂实力强悍，你也实力大增，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。而且老堂主在天有灵，也一定有保证。不嘛，我就要你再教我2招，亲手教。莫白红，你怎么来？宁轩
1年前打败恶贯满盈的池天道重振武林，如今却还在这样一个小武馆里当个扫地工。你忘了我说过，我更喜欢扫地的女人。我当然没忘，不过你好像忘记了答应我的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世人皆说我能成为武神，是因为你退出江湖。今日我便要堂堂正正的与你战。哪有与你战？我这姓氏。